一個超過100年歷史嘅手錶牌子，竟然擁有一個大膽前衛嘅心境，推出咗視覺係爆燈嘅白陶瓷材質，更加俾我哋 Watch Catalog 挑戰呢個防刮嘅測試添，而且更加發現咗一個小小嘅特徵，令到呢手腕有幾咁幼幾咁細呢都一樣可以戴到嘅，令本身對手錶近乎絕緣嘅太太呢都竟然睇中咗呢一個款式。咁另外仲有一啲完美復刻嘅一個款式。今集嘅內容非常之精彩，中意嘅話睇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一下我哋啦。咁啊，事緣係今日呢個牌子嘅主角啦，Zodiac。雖然呢有玩開手錶嘅，應該都會聽過嘅。咁但係呢，佢哋嘅知名度又唔係咁高喎。咁啊，前排呢本身推出咗一啲超級 sharp 顏色嘅潛水錶，已經吸引咗我嘅注意噶啦。咁啊，殊不知呢，2023年再接再厲，大膽咁樣推出一個白陶瓷嘅錶殼，再次吸引咗我嘅眼球啊！咁啊，始終呢陶瓷呢就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嘅，唔容易推出嘅。咁啊，一出就出白色嘅殼添。真係幾大膽啊！咁所以我哋都向牌子嗰邊呢就提出，不如借啲手錶嚟拍攝啦。咁啊，Zodiac嗰邊呢都表示非常之歡迎，以及另外希望我哋同步介紹70週年紀念嘅呢一個系列咯。之所以話 Zodiac 可以玩得咁大膽呢，我諗都要從佢哋個歷史嗰度講翻少少先啦。1882年創立，1841年歷史嘅，同好多百年牌子都一樣。咁啊，以前真係可以同好多大牌子叮當碼頭嘅。咁第一陣就會介紹一隻1953年推出嘅一個潛水錶款。因為冇錯啦，1953年呢好似咁熟口面嘅，就因為同年呢有 Blancpain 首發咗呢個50 Fathoms 啦，同埋 Rolex 嘅 Submariner。咁其實 Zodiac 嘅 Super Sea Wolf Skin 53呢緊隨其後嘅啫，可以 claim 係第3隻民用嘅潛水錶款嚟嘅。咁等一陣我哋再詳細咁去睇睇啦。咁同好多傳統牌子都一樣，70年代呢非常之可惜，敵唔過呢個鐘錶界史上最大嘅危機——石英危機啦。咁啊 Zodiac都唔例外，近乎破產噶啦。咁啊，只可以賣咗俾當時啦，只係賣咗俾 Tag Heuer啦。係去到2000年嘅時候呢，就再賣俾一個新嘅主人啦。大約2000年左右啦，2000年、2001年咁啦。咁啊，今次呢係1984年先至成立嘅 Fossil Group。咁啊 Fossil 呢個牌子，我諗大家應該都聽過嘅。咁但係當中呢，佢哋有咩旗下嘅牌子呢？其實咧都係以時裝啦，但係同時又會出一定數量手錶嘅一啲牌子喎。咁當中以 Emporio Armani 嘅手錶咧最為有規模啦，同埋知名度咧算係比較多人知啦。咁所以 Zodiac 呢個100年嘅老牌子咧，就好似走入咗一個時裝界嘅世界咁，令我第一時間諗起咧羅蘭姐着住聖羅康呢一個牌子，咁忍唔住咧都幫人哋買一賣廣告啦。咁加上咧 Zodiac 咧都冇一個傳統嘅枷鎖啦，自然就可以盡情咁發揮。即使係標齡最深嘅 Zodiac 咧，一樣可以玩出 fashion 嘅味道嘅。咁啊，2015年左右啦，嚟咗一個新嘅 creative director 啦，咁啊繼續發揚翻成個牌子嘅 DNA， 一直都係追求冒險精神，大膽去嘗試。咁啊，大膽嘗試呢，其實就好似廢話咁啦。好多牌子都話會追求，咁但係試問呢，有幾多個牌子呢？真係夠膽做出嚟呢？真係夠膽 execute 出嚟呢？咁冇包袱嘅 Zodiac 呢，就憑住設計咁樣慢慢走翻入呢個舞台啦，慢慢多人識翻佢哋啦。咁其實前排呢推出嘅一啲好夏日嘅潛水錶款呢，當中嗰個好似西瓜配色嗰個呢，實在太吸引咗我嘅注意力啦。到依家一直都好深刻呢個西瓜嘅顏色，所以我呢度都擺翻張相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咁然後又再推出咗啲我眼前嘅呢3隻白陶瓷嘅潛水錶啦。咁啊，首先白陶瓷已經唔多牌子出噶啦，更加用咗喺潛水錶嗰度，大膽夠晒玩嘢啦。講翻呢隻錶先 ，Super Sea Wolf 嘅一個系列，3個顏色，神奇嘅地方就係呢3個顏色呢都分別有支持者嘅。我自己其實就中意橙色咧同埋橙綠色嘅呢兩隻41mm 嘅錶徑啦，以今時今日嘅標準呢 OK 啦，尚算 OK 啦，即係唔會話特別大，唔會特別細，冇日期嘅一個STP 嘅機芯。咁 STP 其實都係個機芯廠嚟嘅，咁啊 Fossil 買咗佢啦。咁搭載嘅一個自家製一個 STP 嘅機芯啦，其實呢就同 ETA 嘅2824同埋 Sellita SW200 呢係一個 clone 出嚟嘅。
即係基本上佢哋個機零件咧係共用嘅。咁不過呢，好處就係俾佢哋更加多嘅動力儲備啦，去到44個小時嘅。咁其他兩個呢，就大約38、36度啦。咁更加係一個 chronometer 級別嘅一個機芯啦。咁啊，值得留意嘅呢個幾得意嘅地方就係呢，佢唔係全個都係陶瓷殼嘅，而係一個 casing 嘅，比較少見。咁其實反而咁樣呢，就我覺得呢更加比呢個全陶瓷殼呢更加優勝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陶瓷係有機會撞爛嘅。咁而一個 casing 嘅話呢，咁入邊始終係一個金屬殼去做翻啦。咁就算有咩唔小心，大家利是呢撞爛咗個陶瓷殼呢，咁我諗入邊嗰個金屬都冇咁容易爛嘅，亦都唔會有一個天價嘅維修啦。咁啊，聽緊朋友講某個 T 字嘅大牌子啦，換個陶瓷殼呢就要15,000蚊。咁但係嗰隻錶呢，原價都係講緊3萬幾蚊啫喎，換個殼要15,000蚊。咁呢隻錶嘅潛水深度就有200米啦，一個好基本潛水錶應該有嘅一個規格啦。成個 bezel 都係陶瓷嘅，有驚喜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好多牌子呢係將鈕個外圈呢都冇做到陶瓷俾你嘅，因為鈕個位呢，可能佢哋擔心嗰個硬度不足啦。咁但係 Zodiac 呢一隻呢，一樣俾翻陶瓷你嘅，更加係120格嘅一個 bezel 啦，誠意分十足噶啦。個 crown 嘅話呢，就咁睇應該都係全陶瓷噶啦，又再加分。咁所以我自己呢，其實就非常之中意呢一隻。正面睇起嚟呢，就全陶瓷噶啦，咁但係背後呢，佢又有鋼嘅結構喎。我甚至乎覺得呢，其實其他大牌子都應該咁樣考慮啦，即係咁樣個安全性好似高啲嘅。個錶帶方面呢，本身就跟咗個 silicone 嘅一啲材質嘅錶帶啦。咁做工呢，其實我覺得已經比得上一啲頂級嘅牌子噶啦。音像 Blancpain 好似都有做過類似呢個紋路嘅一個款式。咁另外一個大賣點啦，呢個就我哋發現咗一個大賣點啦，無限嘅一個錶窿、錶帶窿啦，即係代表住呢，無論你哋手腕有幾幼呢，基本上呢一定可以戴到噶啦。咁啊唔信啊！咁等我攞出呢一個世界上呢可能係最幼嘅一個女人手俾大家睇啦，就我太太。咁有幾幼呢？我哋6歲嘅仔呢，個手腕呢好似都粗過我太太啦，已經。你話幾恐怖？我試過買一隻呢女裝噶啦，已經女裝嘅鋼帶錶款俾佢呢，校到最幼都爭啲戴唔到，鬆得滯嘅。咁反而呢一隻 Zodiac 呢，戴到第3格呢，起碼佢都仲叫做戴得到啊！嗱，呢度咁雖然呢上邊下邊嗰個粒呢都突咗少少出嚟啦，咁但係都 OK 啦。咁個錶帶呢未至於話突咗出嚟遮住咗個錶面咁樣。我太太呢反而又中意淺藍色嘅呢個錶帶嘅。咁啊更加呢第一次呢出鏡演出俾大家睇一睇啦。我都戴翻呢個橙綠色嘅呢隻俾大家參考一下。如果你想作為一個情侶錶嘅話呢，我諗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或者呢買一隻錶嘅話呢，男女朋友啊、老公老婆呢，都係喺同一條帶嘅情況下呢 share 咁去戴。咁啊真係我諗一個幾估唔到嘅一個賣點啊！呢個少少嘅賣點其實都幾加分。咁喺片尾呢，記住留意啦，仲有一個終極嘅測試，到底呢個陶瓷呢，大家覺得佢會唔會俾人刮花呢？記得一直收睇落去啦。頭先都提過啦 ，Zodiac 嘅 Super Seawolf Skin 53嘅系列啦，算係世界上第3隻嘅潛水錶啦，僅次於 Fifty Fathoms 同埋 Submariner 啦。有個咁好嘅歷史加持，一個 heritage 作為牌子嘅，當然唔可以忽視啦。而咁啱2023年又係1953年嘅一個70週年，順勢咧就推出翻呢個經典復刻嘅系列。都算係幾100%原汁原味嘅一個復刻噶啦。咁啊最難接受呢，好多牌子復刻一啲舊錶呢，本身隻錶冇日期，無啦啦喺個復刻嘅時候呢又加翻個日期。咁啊 Zodiac 呢一隻呢就冇咁做啦，非常之接近翻1953年原本嘅嗰一隻。當然當中最 iconic 一定係3692嗰個3個形嘅 index。咁點解3個形呢？其實係一個標誌性嘅一個角色啦 ，Seawolf 呢，佢哋就有個咁嘅角色啦。咁入邊嘅嗰啲鯊魚牙呢，其實係3個形啦。如果另外你有機會睇到呢隻錶嘅實物呢，一定要睇一睇佢嗰個夜光嘅效果，因為全部3個形呢，其實都係全夜光嘅物料。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呢，都覺得好靚，忍唔住呢，都睇咗好耐好耐。咁喺呢度呢，我有一個潛水錶嘅冷知識，咁唔知大家有幾多人知道呢個冷知識呢？
嗱，我哋呢好熟悉嘅呢個潛水標圈呢，一般都喺20呢或者15分鐘嗰度呢，有更加多嘅刻度。咁大家又知唔知呢？其實呢個係 Zodiac 喺1953年呢已經係有呢個設計嘅。相反呢，睇翻1953年嘅 Fifty Fathoms 同埋 Submariner 呢，成個 bezel 嘅標圈呢都好乾淨嘅，冇呢一啲刻度嘅。咁所以呢一個刻度呢，或多或少都係 Zodiac 呢一個去第一個咁做嘅。咁自此亦都成為咗潛水標圈一個不可或缺嘅一個特徵啦。嗱，係咪真係唔係好多人知呢？其實 Zodiac 算係佢哋第一個咁做，成為咗今時今日嘅一個特徵啦。咁呢隻標個標徑就39mm 啦，從今日嚟講呢，就唔係特別大隻嘅。咁但係相比翻原本1953年嗰隻呢，本身得34mm嘅啫，呢隻已經大咗好多噶啦。個機芯一樣都係自家嘅 STP 機芯啦。咁不過呢一款呢，就唔係一個 chronometer 級別啦。咁啊總共有3個顏色啦，每個顏色其實都各有特色嘅。我自己又覺得藍色係好睇啲。咁啊，如果想原汁原味呢，就一定考慮翻鋼圈嘅呢一隻噶啦。咁加上呢，本身跟咗個鋼帶啦，更加原汁原味啦。值得讚嘅就係呢個鋼帶都有快拆嘅裝置啦。咁但係膠帶呢，佢又冇快拆噶。呢度呢，就有啲奇怪，有啲可惜啦。咁啊，以上就今集介紹咗6隻嘅手錶啦，等大家喺短短10分鐘左右啦，了解到 Zodiac 嘅呢個牌子。咁其實仲有好多好得意嘅款式嘅，例如 Olympus 啦，好獨特嘅一個錶殼設計。而另外特別值得一提嘅就係呢 Zodiac 嘅每款手錶呢，就算唔係咩限量版呢，每一款呢都只係推出大約300至500隻嘅啫，賣完之後呢，就唔再賣噶啦，可能直接推出一啲新嘅款嘅。咁限量版嘅話呢，更加可能有時候又少過100隻添。咁所以睇中又中意嘅話呢，今日記得把握機會啦，因為錯過咗呢，我諗你都幾難揾到二手錶嘅。咁希望有機會可以再次介紹 Zodiac 嘅，而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去到以下嘅鋪頭睇一睇實物啦。其實都有唔少嘅地方嘅，澳門嘅朋友呢，都一樣可以睇到。詳細嘅地址呢，就喺下邊 description 嗰度噶啦。嗱，咁影片嚟到最後啦，咁啊大家睇到咁後都無非想睇呢個最好玩嘅一個環節，陶瓷防刮嘅一個大測試。咁啊放心啦，我哋已經預先得到咗牌子嗰邊嘅同意，可以喺呢一隻橙色嗰度呢進行一個解刀嘅測試，證實一下大家都好想知道陶瓷究竟會唔會花呢，而又唔敢攞自己嗰隻陶瓷錶做一個白老鼠。Watch Catalog 喺呢度為你解開翻呢個謎團。咁啊到底呢個陶瓷防刮嘅能力有幾高啦？咁啊 Zodiac 咧表示咧可以隨便用解刀刮隻手錶噶啦。咁我哋先用微距鏡頭記錄一下呢個 before 先。咁我當然都不甘示弱啦，盡情咁刮佢噶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其實都集中喺個錶圈嗰度啦。即係萬一呢，有咩意外呢，有咩差池呢，我大概都應該賠得起嘅。咁經過我一番努力之後呢，用呢個微距鏡再睇一睇一個 after 先。又真係一啲花痕都冇喎，摸上手都冇花痕。我分別用咗戒刀啦、換錶帶嗰個生意批，以及一把黑刀。咁啊刮嘅時候呢，就好似喺一個好滑嘅表面上面刮一樣。咁你刮嗰陣呢，其實已經感受唔到有咩花痕噶啦。特別是光面嘅陶瓷呢，就更加最為明顯嘅呢個效果。所以戴陶瓷手錶嘅話呢，只要小心咁戴呢，戴足幾年呢，基本上都係新嘅一樣。亦都證實咗 Zodiac 嘅陶瓷手工呢，都非常之唔錯嘅。咁今集呢就去到呢度先，再次感謝 Zodiac 借出佢哋嘅手錶，令到我有呢個機會呢同大家分享呢個露刮白陶瓷嘅。咁因為呢真係唔係咁多牌子呢咁豪氣，慶幸呢佢哋都順利完成咗呢個挑戰，證明呢陶瓷真係唔會點花㗎，唯一呢千祈唔好掂到鑽石啦。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啊，記得俾個 like 啦，真係撳個掣㗎咋 ，like 㗎咋，好容易㗎咋。仲未訂閱 Watch Catalog 嘅啦，記得訂閱支持一下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